下一手牌呢，应该是我今天决赛桌用了最多 time bank 的一手牌啊，合牌开了一张梅花9。也就是只要是一张6或者是一张 J 啊，就成顺的一个状况。这个时候对手 all in， 当下呢，我是用了大概2到3个这个 time bank 啊，在做决策。我想了一下之后呢，我选择了。Hello， 大家好，我是小 P。在影片开始之前呢，跟大家讲一个重要的消息，就是我的战队福利又加码了。现在只要加入小 P 战队，就有机会可以获得最高总价值$500的战队福利。如果说你推荐你的朋友加入小 P 战队的话，还可以额外领取$10的锦标赛基金。活动时间有限，赶快加入小 P 战队吧！你知道吗？扑克玩家的矛盾就是，像如果我做决策，对不对？我就觉得我要赢，我才会跟住嘛。对不对？我们的言行举止要一致，这才是有逻辑的扑克玩家。他不讲就没事，他就sorry 啊，我以为我输了，所以我才这么久才跟，然后怎么样？我听了就更火这样。我明明想要跟他讲一些有的没有，但想说算了，我不要，我怕他讲错话。重买了之后，对不对？那我刚刚不是说他坐在我上家吗？又是同样的位置。原本的这位对手呢，一样筹码量非常的多，对吧？他把我清掉了，筹码量当然很多。他在 CO 位超过12万的筹码量，他选择加注到2500，这个时候的盲注是600、1000二，然后我在8成位然后我拿到 AK 不同花，我选择了3次下注到7500，然后呢 CO 的玩家这个韩国玩家呢想了一下之后呢选择跟注，翻牌是8、6、4， 2张方块，1张梅花，底池18000，然后呢这个时候 COA 的玩家过牌。那我们就说了，我们这边会有一个非常高频率的持续下注，然后呢，我选择下注6000，他想了一下选择了跟注，转牌是一张梅花5，那变成是1张7就成顺，底池3万，他选择了一个下注7500，我觉得很有可能会是2张方块或者2张梅花的手牌。然后他就希望说，我不要加注，或者是他想要看到一个免费的，应该是免费便宜的合牌。那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的 AK 对上他的范围，第一个绝对是领先，又或者是说，就算他今天有一些很奇怪的对子，我觉得我都有足够的赔率可以看到合牌，比如说 A 跟 K 的机会。他甚至有一些更弱的 Ace High， 然后是2张方块或者是2张梅花都有可能。好，所以我们的 AK 呢会是一个很明确也很简单的跟注，然后合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3然后呢这个时候他选择过牌。这时候到我，那我就在想，我需不需要选择炸？我觉得不用我觉得不用的原因是因为我还是赢太多2张10以上的同花牌那我觉得都潜在他翻牌前跟注的范围，然后也都没有中牌。那如果说我真的要找炸胡的话，我觉得可能会是一些我的范围可能2张方块或者2张梅花的。比如说10JQ 任何这种组合，就是很明显的输 Ace High， 因为我觉得他很有可能有 Ace High 跟 K High， 那我觉得我如果没有办法赢 Ace High 或 K High 的这些同花的10JQ 的手牌，我觉得就适合合牌的炸。那他想了一下，他过牌之后呢，我当然这手牌刚刚讲就是一个明确的过牌结果看到他的手牌 K3 方块合牌中一个3这样。我看到他的手牌的时候，第一个我觉得他的手牌翻牌前就不应该跟注。然后呢，翻牌跟注呢，当然没什么问题转牌的下注呢，你都说他要炸胡呢，也炸不掉我什么范围，因为基本上我的范围都不会弃牌，然后合牌就让他中了一个3一点都不公平这个游戏。下一手牌呢是一个翻牌前短筹码all in的情况这是在一个5人桌的情况盲注是1000、1500 ，high 价位的玩家，他是一个我的朋友，筹码超少，他剩下6000，也就是4个大盲，然后呢，他选择了all in，我在 CO 位，我有35000的筹码量，我拿到 AK。那我们这边的话，我觉得做一个最小加注我觉得是一个不错的选择最小加注的原因是因为我认为我加注这个筹码量呢，后面玩家还是有机会拿一些，比如说 A10、AJ、AQ 做一些再加注的动作。那如果我直接 all in，A10、AJ、AQ 很有可能会弃牌，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对我来说不是一个很好的状况，所以我选择加注到12000，然后后面的玩家呢都弃牌，然后我们看到了翻牌前2位玩家的 all in我是 AK， 然后呢 high 价位玩家是 A2 不同花，然后呢翻牌是 AAJ， 转牌4，合牌2。又输了一个翻牌前而已，还好这个筹码量很少。下一手牌呢是一个单挑底池1000、1500我在小盲位我有35000的筹码量，然后呢拿到了86不同花。那我们86不同花在小盲位确定就是一个不能弃牌的手牌那我认为这手牌会是一个非常高频率的平跟，那当然你要选择加注当然也可以但是我们确定的就是不会弃牌
好，所以呢，我选择了平跟，然后呢，这时候大盲位玩家他的筹码量比我多，他有5万的筹码量，他选择了过牌。好，发牌是532彩虹面啊，底池4500。然后呢，我们这边有一个68，就是一个卡顺的机会啊，8嗨有一个卡顺。那我觉得这手牌呢，拿来下注啊，挺不错的。如果对手弃牌，任何的对吧，9嗨、10嗨、Q 嗨弃牌都是非常好。所以呢，我选择下注半个底池2000，然后呢，对手选择跟注。转牌是一张 Q 底池8500，我觉得我还是可以再下注一次哦。原因是因为我觉得他的2跟3的对子有机会弃牌。那如果没有弃牌的话，我觉得我潜在不管是中6、中8或者中顺子都会是最好的手牌哦。所以呢，当下我选择下注半个底池4000，然后对手又跟注。那合牌是一张 J， 那我觉得这手牌合牌应该会是一个，当然可以考虑炸胡啊，但我觉得大部分的情况下可能会选择放弃，会好一点点。然后我选择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呢，大盲位也很快就过牌，我开到我的68不同花，然后他开了 K5，那 K5 就是翻牌是532嘛，所以他翻牌中了一个顶对，然后呢我就输了一个底池。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了决赛桌啊。这场比赛的决赛桌呢是没有钱的哦，我们只有前4名的玩家有钱啊。第一把有记录的手牌呢是这个弃牌到小盲位的玩家，他筹码量非常的多，然后呢他选择了直接 all in。那我在大盲位，我有19500啊，大约是13个大盲，那我达到 A10同花，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那我在想，以小盲位 all in 有效筹码13个大盲的话，我们这边跟注的范围是什么？跟大家讲一下。我觉得13个大盲，我觉得任何的对子啊，任何的 A 同花 K 是一定会跟注啊，不同花的 K， 我觉得我可能会跟到 K4啊，K5以上应该是确定会跟哦，13个大盲。那我觉得 K2、K3 可能边缘一点。然后2张10以上的牌啊，2张包括90同花可能边缘一点啊，10J 是一定会跟住啊，我觉得差不多是长这样子的范围。然后呢，当然我是 A10同花，所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跟注。小盲位是 A9不同花，我是 A10同花，成功的筹码翻倍。下一手牌我在 hijack 位，这个时候呢，我的筹码量有34500，AK 不同花，选择了加注到4000，然后 bottom 位的玩家呢，很快的3次下注到12000，我就直接 all in，然后呢，对手是1对10，翻牌呢就击中了 A。从这把牌之后呢，很快的进入到8人桌、7人桌、6人桌，然后呢，我的手牌呢基本上都是没有什么牌可以玩啊。这个时候呢，就进入到了一个4人啊，也就是进入到前圈啊。bottom位的玩家呢，大约有20万的筹码量，然后呢，他选择了加注到8000啊，最小加注到8000。那我在大盲位，我有10万的筹码量，大约是25个大盲，然后我选择跟注。那翻牌是 QJ4，然后底池22000。好，这个时候呢，我们的预设策略当然是选择过牌，然后呢，bottom位的玩家选择了持续下注1万。那我们这边的话会是一个混合策略哦。我们这边的手牌呢，顶对啊，绝对可以考虑加注，当然也可以考虑跟注，我觉得都可以。当下我选择了加注，那加注的尺寸呢是25000。那我觉得加注到25000有几个好处哦。第一个就是我觉得它有更多更宽的范围可以选择跟注，那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状况。我们不希望我们今天加注的时候呢，他跟注的手牌永远都比我强，那我觉得这就不是价值下注哦，这就是在炸胡。好，对手跟注，然后转牌是一张无关紧要的7，然后底池72000。那我当下选择了过牌。那我选择过牌的意思呢，就是如果他下注，我们一个很明确就是可以跟注。那我觉得今天我选择小加注的时候呢，他有机会跟注一些，比如说89啊、90啊、K9啊、K10啊，然后呢这些手牌在转牌，他很有可能会想要下注的炸胡，那我们就可以很明确的跟注。好，所以呢我转牌过牌，那他也过牌，那合牌开了一张8。那我觉得开一张8的话，其实以顶对来说QJ 是2对，然后 Q9、Q10就是一个顶对带9跟10的踢脚嘛，然后 Q8是2对，Q7也是2对，再来就是 Q6以下。那我觉得就以一个对子来说呢，我觉得 Q10当然是可以价值下注，尤其是我觉得他有机会拿一些 AJ、10J、KJ 的手牌会支付。但我觉得决赛桌呢，选择一个比较保守一点的策略，我觉得也不是什么问题啊。那我当下合牌选择过牌，那我很明确的知道，如果他合牌下注我们一定是一个很简单的跟注，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选择过牌。那他想了一下之后呢，他选择过牌，然后就看到我的手牌之后呢，他就弃牌，他就输给我。下一手牌呢，应该是我今天决赛桌用了最多 time bank 的一手牌我觉得某种程度上算蛮困难，但我觉得应该也还好。我事后想了一下，
2000、5000的盲注级别，然后呢 CO 位的玩家有20万的筹码量，选择加注到12000啊，稍微大了一点点。然后呢，我在大盲位，我有20万的筹码量，我拿到 A9 黑桃啊，选择跟注。翻牌是 A17，2张方块，1张黑桃，然后底池310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选择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位玩家选择了一个持续下注16000啊，大约是半个底池。那我觉得这位玩家他会有一个习性是什么？我觉得他在翻牌前选择比较大的加注尺寸，又或者是翻牌之后选择比较大的下注尺寸，比较偏向是手牌的牌力会比较强一点点。我们中了一个顶对，当然还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嘛。转牌来一张方块8，变成是3张方块在台面上。那同时我有一个这个顺子听牌的机会啊，底池这个时候是63000，那我是 A9 嘛，我选择过牌。然后这个时候呢，这一位玩家呢又选择了持续下注，而且他选择的下注尺寸还蛮大的哦。底池63000，他选择了一个38000啊，接近是60%啊，超过2/3左右。我觉得除了跟注，应该是没有其他的选择。那我们选择了跟注。那合牌来了一张我觉得不是很理想的手牌，合牌开了一张梅花9。也就是只要是1张6或者是1张 J 啊，就成顺的一个状况啊。底池这个时候是139000，然后我选择过牌，然后呢，这个时候对手 all in，当下呢我是用了大概2到3个这个 time bank 啊在做决策，但实际上我们要想的就是对方的炸胡是什么。那我觉得其实对方在 CO 位在这边，其实他很难找到。没有对折炸胡，我觉得是蛮难。当然，如果说他今天会不会中一些奇怪的底对，然后选择炸胡，我不确定。我觉得如果说他今天如果说是2对，我觉得他也不用炸胡。在这个情况下，没有对子又没有J跟6的手牌，我觉得真的很少，可能只有 KQ5以下的手对。哦，除此之外的话，我真的想不出的手牌。那我觉得以 CO 位的位置的话，它有 J， 我觉得应该都是一个很明确的 all in。然后我觉得对方的范围也有很多这种J 的组合，所以我当下想想，我觉得如果我今天有 J，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如果我今天有同花，我觉得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所以我想了一下之后呢，我选择了弃牌，所以呢这手牌就让我输了一个还蛮大的底池。下一手牌呢是什么状况呢？下一手牌我大约有15万的筹码量，我在小盲位，我拿到了97红桃，可以选择平跟，也可以选择加注的一个手牌。我当下选择加注到3个大盲，也就是15000。然后大盲位的玩家筹码量比我多啊，他选择跟注，翻牌是 K86，2张黑桃。然后呢，这时候底池35000，那我们就说了，我们这边的话会是一个混合策略。那我觉得这手牌绝对落在一个可以炸胡的范围里面，因为我们有双头顺的听牌啊。当下我选择下注半个底池18000，对手很快的在大盲位选择了加注到58000。以整体的范围来说呢，我觉得他有 K 的机会当然有，但我觉得更有可能是一些2张黑桃，或者是一些顺子听牌、同花听牌。那不管怎么样，我们这手牌呢，我觉得很明确的是一个必须要继续，会不会考虑直接 all in？ 那我觉得 all in 可能糟了一点，因为毕竟如果他是2张大的黑桃的话，那我反而还输他，所以我希望我看到一些很适合的转牌啊。如果转牌没有开顺子，没有开对子，那我转牌很有可能就会直接放弃了，所以我选择了跟注。然后呢，转牌是1张9，然后底池151000，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大约剩下7万左右。那我当然我选择了过牌，然后大盲位很快的就 all in 了。那我觉得这边我就是一个算是蛮简单，也是一个很明确的跟注哦。原因是因为大盲位的范围就不会有这么多 K， 我很快的呢就选择了跟注。那我看到它是62黑桃，当然就是我领先嘛。然后合牌呢开了1张2。所以呢，对方在合牌中了2对，然后呢，我就淘汰出局了。所以呢，我们这场比赛呢，获得了是第4名，奖金是$8000多，但实际上呢，我们买了2手所以呢，这场比赛呢还亏了1000多，但我觉得总比没有钱捐好。那如果说你有任何扑克手牌问题想要问我的话，欢迎到下方的 Discord 手牌投稿区投稿你有问题的手牌。如果说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分享。我是小 P，大家拜拜。